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保明说。这期话题说的是欧洲航天局失去战略自主的又一个深刻的教训。1月23号，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·阿斯赫巴赫表示目前我们既没有预算也没有政策参与中国空间站。这实际上违背了欧洲航天局的一贯的政策，让期待着航天国际合作的人大失所望。在这个问题上呢，我们应该对欧洲航天局抱有同情。他们放弃和中国的空间站的合作，并不是主观自愿的，而是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之下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。最近几年来欧洲在航天探索上吃美国的大亏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而且每一次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。我们仅仅举一个例子，那就是欧洲的火星漫游车。大概在22年前，欧洲航天局呢就想发射自己的火星车。当时的想法是分两步走，先发射一个着陆器，再发射一个漫游车。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欧洲人在火星软着陆问题上呢技术不过关。2016年发射的着陆器因为算错了1秒钟坠毁在火星上。不过欧洲政府对于科学探索要付出代价还是有正确的认知的，对第二阶段的漫游车继续给予了支持。传统上呢，欧洲的航天项目都会找美国合作。早在2011年，欧洲航天局就和美国的宇航局达成协议，美国人提供火箭发射服务，换取在欧洲火星车上搭载科学设备。发射服务呢也很重要，不但运载火箭本身价格昂贵，而且发射的档期呢要排好几年的队。美国愿意提供火箭发射场和发射的时间窗口，对欧洲航天局来说是一件好事。于是呢，双方就签署了合作协议，打算在2018年发射。到了2013年，美国宇航局突然变卦，说因为奥巴马政府调整联邦预算，自己呢要退出火星生命计划了。这一下就完全打乱了欧洲航天局的部署了。人类的航天技术还不是非常成熟，特别是火星探测这样的活动，在设计火星探测器的时候，必须充分的考虑火箭本身的特点，做相应的接口设计或结构设计。美国突然放了鸽子，欧洲航天局呢就必须修改相关的设计，不但花了冤枉钱，还浪费了时间。从地球前往火星的时间窗口每2年才出现一次，也就是偶兽年的夏天。美国人这么一搞，2018年这个时间窗口肯定就赶不上了。欧洲航天局走投无路，只能找俄罗斯合作。俄罗斯呢非常痛快，答应提供一枚大型的质子火箭，在2020年发射火星生命计划。其实呢2016年那一次发射就是俄罗斯的火箭承担的。双方合作还算顺利，不过进入2020年之后，新冠疫情让欧洲航天部门停工停产，这一年的时间窗口也错过了。欧洲航天局呢只能把希望寄托在2022年。然而乌克兰冲突的爆发，美国发起了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，航天合作属于战略高技术领域，首当其冲。欧洲航天局与俄罗斯的合作再也没有希望了。到2022年3月17号，欧洲航天局终于宣布放弃2022发射计划。这个欧洲自主的星际探测计划就这样被美国人彻底搅黄。由于美国的破坏，国际空间站的发展前景堪忧。因为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全面的制裁和封锁，俄罗斯已经表示将逐步退出国际空间站。美国宇航局表示，今后要把国际空间站逐步转成私人经营。欧洲航天局既没有自己的空间站，也没有自己的载人飞船，如果不能与俄罗斯合作，就只好去找美国公司买飞船票。地球人都知道，在美国独家垄断的高技术领域，客户会遭到什么样的敲诈勒索或刁难。所以准确的说中国空间站的存在是欧洲航天局的福音。欧洲航天局长这个时候发出这种声明，表示不考虑进入中国空间站，显然和他们传统的国际合作政策是不相符合的，也不符合欧洲科学界的需求和利益。这件事情的幕后黑手是谁，也就不难猜测了。归根到底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，就是因为欧洲缺乏战略自主性，被迫把自己的命根子交在了美国手里，任其宰割。这对于世界所有的国家和民族来说，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训。好，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。